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正在撬动美国的立国资本，为了继续推进他的平等之旅，租房者和无房者于水火之中，不惜假借欠税止赎法律条文之名，行零补偿，强行征收房东房产，进行 TPT 第三方转移程序。他最近宣布对拖欠税款额度达到房产市值的25%，每单元危险违规达到5次，城市垫付应急维修资金达到$1000的管理不善的不良的房东，重启并扩大实施 TPT 第三方转移程序，直接零补偿，将房产转移给非盈利机构，甚至是租客本身。欠税止赎是政府将业主所欠房产税、债务打包卖给第三方，由第三方进行债务的追讨。如果第三方追讨无果，可到法院起诉将房产进行法拍。法拍所得收益用于支付债务所剩收益，仍归业主。马姆达尼的 TPT 则是，只要达到规定的最低的不良的门槛，房产所有权则可零补偿被转移到第三方或者租客，实则免费征收。官方认证的纽约最烂的房东，同时还附加了$210万的天价罚款。纽约最差房东排名第1的这一位，名下竟然有接近5000条未解决的违规记录，直接刷新了历史。这不仅仅是一张罚单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信号。大家要看清现在的局势，纽约是一个高度移民化、以工薪阶层为主体的城市。马姆达尼的新政府上台以后，传递出来的态度非常的直白，政策的天平正在向保护租客、保护弱势群体而倾斜。对于纽约市政府来讲，整治坏房东不仅是执法，更像是政治正确。从点名羞辱到巨额罚款，再到组织租客听证会，这已经不是象征性的警告了，而是实打实的围剿。我有不少做投资的客户，以前对 HPD 的违规罚单其实不太在意，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有点违规，无非就是罚款少一点，解决周期稍微长一点，拖一拖也就过去了，把它当成是一种运营成本。但是现在逻辑完全变了，在新的监管制度下， HPD 的违规记录不再是简单的麻烦，它正在变成巨大的资产风险。如果你现在的房子里面有老鼠、有蟑螂，或者是门窗破损，你没有及时的修理，租客一个电话打给311，政府的介入就会非常的强势。一旦房东上了黑名单，面临的不仅仅是罚款，还有可能会被强制的整改，甚至就像新闻里面的那位，面临巨额罚款。以前那种买个老破小，往那一扔，只管收钱，不管维护的躺赚时代，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未来的纽约租赁市场一定会是两极分化，那种低投入、管理混乱的房东，生存的空间会被挤压得越来越小，而那些有资本、有实力、有专业管理团队，愿意在合规上投入的投资人，反而会更安全。记住一句话，纽约不是不能做房东，而是不能再做甩手掌柜。当政治开始选边站的时候，你的投资策略也会跟着改变。合规的成本将是你未来计算回报率时最核心的变量。纽约房东违规行为也在创新高，老鼠都爬到床上了。纽约最垃圾的房东，铅含量超标，暖气和热水供应中断，
空置的公寓年久失修。纽约市公布年度最差房东名单，前3名违规破万项，引发关注。其中排名前2位的房东更是首度同时来自同一家公司，反映企业型房东在住房管理与问责机制上的深层问题。今年名列最恶房东榜首的是布伦，他身为房地产控股集团的总裁，其名下24栋住宅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的10月期间，被纽约市住房保护与发展局记录了4872件未解决违规事件。同一家公司资产经理黑斯廷斯负责36栋楼，也累计3899项违规。2人名下60栋建筑总计违规超过8700项，包括老鼠和蟑螂侵袭、门窗破损、消防通道不安全等等严重居住环境问题。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前2名房东均属于同一家公司。针对名下14栋大楼的危险状况与骚扰租户的问题，纽约市政府与该公司达成一项总额大约210万美元的民事和解协议。协议规定必须支付罚款，并且整改超过4000项违规事项。法院还下令对这14栋大楼实施禁止骚扰住户的禁令，将通过住房保护与发展局的反骚扰单位加强执法。公益维护人指出，此名单不仅是一份统计排名，更是希望借此来提升纽约市房东对住宅安全的责任感，并且鼓励更多受害的租户揭露自身的情况，参与即将举办的租屋剥削公听会等等活动。在市政府的资源、法律手段与租客集体发生的多重压力下，纽约市不仅有机会改善老旧失修的住宅环境，更能推动制度性改革。不仅能够整顿建筑，更能彻底的改革造成住房危机的整个制度。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后，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，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。全球最吸金的金融市场在纽约，最完善的法律、会计、监管体系都在纽约。今日的纽约汇聚了太多的历史悠久的财富。纽约稳坐世界城市首富，目前它拥有全球最多的亿万富豪、全球最大的金融业以及成熟的证券交易市场。纽约是世界罕见的巨型天然港口，在地理位置决定命运的时代，自然而然就成了链接欧洲与北美的首要贸易枢纽。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述中，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，带您看懂纽约的地产背后的门道。纽约房地产4大支柱：产业升级、人口聚集、金融支持、城市更新。纽约作为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城市，100年的时间里，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萧条、繁荣的多轮周期变化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